萨瓦迪卡，捧次格拉卡，印地到了靠走长空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南城华先生。今天我们来看看 DTV 签证能不能在清迈办理银行卡。我们今天要去几个银行，中国银行，然后中国工商银行，看看还能不能去一个泰国的本土银行。然后我们第一站就到达了之前我说的中国人不能办中国银行的银行卡的那个银行，中国银行。我们先进去看看，因为银行里边呢可能是涉及一些相关的或者条例化，录像是不方便的，所以在银行里边我是不录的。我是进去咨询完，把信息汇总，然后出来再跟大家分享，好吧？那我先进去。现在已经出来了，人家说的意思是 DTV 签证不可以在这儿开户，也只是能开临时账户，就是美金的那个账户。美金的存款会收1%的手续费，取款会收0.5%的手续费。所以呢，这样的费用就没法开了，对吧？这账户开它就没意义了，跟我之前拿语言签在这儿没有什么区别。人家另外跟我说一点让我平衡了，就是您花大价钱办的5年10年的精英签到中国银行仍然不给开，只有陪读养老这2个情况可以开，好吧？中国银行我们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站要去中国工商银行。现在已经到这个工商银行了啊，工商银行这儿有个地库，所以你的车呢就可以放在这个地库这儿，上来就是这个银行，然后它叫中国工商银行（括号泰国）。我们上这儿问问可不可以用 DTV 签证开账户。好，我现在进去，好吧？果然不出我所料啊！第一点，他先问我那个 DTV Visa 阿来呀，就是啥呀？他连 DTV 签证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咨询了他一个领导还是什么的，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不能办。这两边银行给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其实也就是说，我的理解啊，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他们办理的条件是相似的，所以只要有其中一个办不了，另外一个肯定也办不了。所以我们下一步找一个本土银行，然后再看一看。我现在在这个盘古银行啊，这边说的是签证类型不符，所以不能给办，所以在本土的银行盘古银行失败了。我们继续。这啥也不是啊！我现在在这个开泰银行，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办理银行卡的一个开泰银行啊，在清迈比较松的一个开泰银行，同样是办不了银行卡。我们再上旁边看看。我现在刚从这个泰京银行出来，这应该是今天跑的第几个银行了，我也没数，一会儿再看吧。反正这个银行它的答复是不一样的啊。前边那个银行呢，开泰刚才说的是不能办。这个银行呢是说需要把资料传到他的银行总行，大概3天之后会给一个回复，所以这个只能是3天之后看回复了。那我们再去下一个银行看一看。现在刚从这个 SCB 出来啊 ，SCB 给的答复也是不行，查了一溜够资料，然后说您现在办理不了这个签证，这个您持有的签证没法给您办理银行卡。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看着5年的 DTV 签证，感觉有点跟那个，反正跟免签到这儿也没什么区别，因为人家是看签证章，就是你入境章上的时间，如果满1年了就算长签，就能给你办银行卡；如果你没满1年，就不算长期签证。所以这东西呢，怎么说呢，还是得再看看。去了这几家银行之后呢，其实我个人对这些有些理解哈。其实咱们来这边长居的，可能还是养老和陪读这2个签证算是长期签证，其他在签证章上不满1年的呢，他都不会给你算成长期签证。也有可能是你看陪读和养老都需要在银行里边存一定的资金，以确保你在这个泰国有一个稳定的资产。而这个签证其实就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呢，它也不需要你在这儿办任何的银行账户，而且也不允许你在这儿工作，所以也就是不需要你往银行里存钱。或者换句话说，简单点说呢，就是你每次180天是吧？你180天你来之前，你把这180天的钱你带够了，然后来这儿花完了，你就回去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弄一个银行账户了。大概的意思给我的感觉是这意思，但是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性哈，就是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可能落实到位之后会有一些调整。但现在目前来看呢 ，DTV 签证至少在清迈，我跑到今天这个好几家银行了。中国的银行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开泰银行、盛京银行，SCB， 还有那个盘古银行，这4家银行
都不可以开户。所以说今天跑了不止6家啊，因为还有几个分行，有的银行我跑了2、3家分行都不行。所以说这个目前这个 DTV 签证呢，至少在清迈是不能开银行账户的。如果有朋友在其他的城市开完了，也可以在咱们评论区里交流一下，好吧？那今天就是给大家大概看一下探路，看看这个 DTV 签证开银行账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吧？那也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谢谢大家，再见。